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今天节目我们会特别来关心到的是川普丁是接连进入到了北京，习近平成为全球的总调度吗？今天也会关心普丁更直言了，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上俄军现在同步启动核演习，中俄现在高调同框，军阵启动，究竟到底是战略升级，还是逼近准军事同盟呢？再来关心，当北京跟莫斯科越绑越紧，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是否正加速后美国时代？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首先欢迎我们的来宾陈立伟、孙大千委员，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岳举正老师，思敏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思敏好，大家晚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记得先帮我们的影片按赞，并且在热推键要记得按下去，然后呢，在留言板写下热推2个字。如果希望跟我们做更多互动，欢迎写下思敏我在哪一个城市收看，那我们也会亲自的来留言回复。今天节目会来关心到的是，记得吗？这个川普人才刚走哦。结果呢？俄罗斯总统普丁19日晚间，也就是昨天的晚间11点多深夜，是立刻搭了专机降落在北京，展开了为期2天的国事访问。这一次接机的是中国外长王毅。那么今天的最新进度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号这一天已经亲自的高规格的接待了普丁，地点就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跟普丁会谈。那么习近平这一次最新发言，他形容中俄是以乱云飞渡人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未来将会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来帮助双方的发展，这个是他最新的谈话。那么普丁呢，这一次可以看到的是，他接受了非常高规格的接待，排场被说几乎等于上一回习川会的等级。BBC 也特别点破说，普丁啊，这一次到访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希望站在习近平旁边，让国际能看到，也赶快让国际知道说，我跟习近平是有能力来同框的。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俄方也是诚意满满哦，说这个代表团的规模相当的惊人，哪一些人呢？包括了5位的副总理都来了，8位部长跟俄国央行总裁，多家国营的能源跟银行的巨头，这当中也有许多的企业家都是重量级的，包含在航太啊、核能，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能源跟银行等等，这个人数将近是重量级人数29人。俄国媒体戏称说，现在啊，全部的人都在中国了，只剩下总理在家顾自己的国家。我们来看到这个普丁的最新发言，他形容俄中关系呢已经达到了真正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好，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看到的是克里姆林宫这一次也公布了说，这一次呢和习近平主席见面，预计双方会签署，尤其在经济上有许多的合作合约要签，一共是有40份的文件，从工业到交通、核能到人文到这个能源都会做全面的深化。当然了，俄罗斯这次非常的在意，就是它的天然气有没有办法顺利的输送到中国方面。那么现在呢，西伯利亚的力量2号天然气管线也成为这次会谈会成为的焦点之一。好，有许多是在经济上的议题，俄罗斯非常需要来自于中国的大单。在军事动作上是同样有非常多的动作。我们看到俄方从19日开始呢，也是展开了为期3天的核演习。这一次动员的人数异常的多哦，一共是达到了6.5万名的兵力。7800件的武器全部出动，还有超过200套的飞弹发射的系统，那也涵盖了军机、军舰、潜舰、核潜舰，还有呢，这个是来自于俄国国防部强调的，演习期间将会来实际的试射弹道飞弹跟他们的巡弋飞弹。另外一方面，针对于俄乌战事接下来的发展，我们也要来看到路透社最新爆料，他说呢，其实呢，从去年底开始，中国武装部队已经在境内呢秘密训练大约200名的俄军，现在这一些被训练好的俄军已经返回到了乌克兰的战场上面。那么另外一头看到了这个中俄之间的关系，美国另外一头是在示威吗？美国将会在20号来试射他们的民兵3型洲际导弹。美国也强调了这一些动作跟现在当今的国际局势没有任何的关系，这是美国的说法。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心到的是普丁这一次可以说带着超级的代表团，这人数非常非常的多，人数众多。
同步启动的是核演习，中俄真的只是合作伙伴关系吗？有没有可能来解读说，早就升级为准军事同盟了？现在中俄绑得更紧了，也代表美国的时代，美国霸权的时代是否已经松动了呢 ？BBC 也说呢，这个普丁此行就是为了希望能够站在习近平旁边。就这些议题，宋委员怎么看？是我想。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在过去这段期间，的确是属于背靠背的关系哦。那么，特别是当这个俄乌战争一旦开打之后，其实中国大陆这样背靠背的支援着俄罗斯，让俄罗斯在面临美国跟西方盟国的全面经济制裁的情况之下，它仍然能够挺过最艰困的那一段时期哦。那么，包含当时的俄罗斯的这个石油跟相关的能源被禁运哦，那么也是透过中国大陆做一个管道哦，能够让这些这个石油跟这个天然气哦，能够有一个这个去处。那么当然，这对于俄罗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那么我要强调的问题是说，其实美国的2个最重要的国际政治专家，我在这里曾经说过，布里辛斯基跟季辛吉，他们同样都强调了一件事，就是不能够让俄罗斯跟中国站在一起。但是愚蠢的美国接下来这几位领导人哦，从拜登到这个川普，他们就是把俄罗斯跟中国紧密的绑在一起了。你知道季辛吉当年花了30年的时间去裂解俄罗斯跟中国，借由中国大陆来牵制俄罗斯，最主要的就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如果地球是一个棋盘，谁掌握欧亚大陆，谁就掌握了全球的权力。所以呢，如果当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结合在一起哦，那么中国大陆加上俄罗斯，除了亚洲之外，他就已经把手伸到了欧洲了。那么更蠢的是，拜登当时因为撩拨那个俄乌战争，季辛吉再三强调，乌克兰是俄罗斯进入欧洲的门户，绝对不能够让俄罗斯去打乌克兰。可是美国就一手操作，完成了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任务啊！所以现在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整个的世界地图，中国大陆加俄罗斯，再加上现在俄罗斯入侵了乌克兰乌东的土地，你整个。如果你再加上这个北韩，再加上伊朗哦，整个欧亚大陆的这个权力的局势已经开始有很大的改变了。如果这些国家都是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的话，美国在欧亚大陆上的优势将会完全失去哦。那么当然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全球的权力从重心是不是在改写？当然是这样哦。那么你说俄罗斯有求于中国大陆，可是在伊朗战争开打之后哦，对中国大陆来讲，它某种程度也需要得到俄罗斯的支持啊。最关键的原因就是因为能源的问题嘛，就当海运的能源发生了问题，不管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荷姆兹海峡，或者是美国不断操弄的马六甲海峡，对中国大陆来说，海运的咽喉一直是都被握在别人的手上，这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啊。所以他们想尽了各种办法去突破这些所谓天然的天险问题哦。那么因此，俄罗斯当然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比如说西伯利亚力量2号。这个是长期以来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能源往来的管道，比如说这个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它的往欧洲的这个路线，经过西伯利亚的这条路线，当然相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其实俄罗斯跟中国大陆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紧密的背靠背的关系了。但是你说它是不是一个军事同盟？我倒认为不尽然的原因很简单，什么叫军事同盟？俄罗斯跟北韩是军事同盟，所以俄罗斯发生战争的时候，金正恩派兵参战。所谓的军事同盟就是一国受到攻击，另外一国就要派兵参战了。这不是中国大陆的行事风格哦。就是你看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第一，中国大陆没有入侵过人家的。通常中国大陆发生战争都是因为边境的这个些微的这些零星的冲突，你很少看到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他发动什么灭国之战的啊，就把那个国家给灭了，或者把那个国家的总统这个派个特遣部队把他抓来了。中国大陆从来不干这种事的啊。就对中国大陆来说，他所行使的是这个开大门走大路的方式，他相信国际组织，他相信国际秩序，他相信多边主义，他并不认同美国那种老大哥的心态哦，就你认我当大哥，我收你当小弟哦，以后你家出了事，我就来帮助你。这是美国长期以来操控全世界、掌握全世界的方式，但这不是中国大陆的游戏方式哦。所以其实中国大陆跟美国现在在全球哦，之所以这个角色上会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大陆长期以来一贯的奉行这样的路线。有些事情哦，你做1次2次，人家可能不见得会相信。可是如果这几十年来你一直都是用这样的态度来行事的话，其实你就变成了一个是可靠的、可以预测的盟友哦。那么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就正试图扮演一个稳定全球安定的力量。
好，那也同样也是因为这几年美国不断的这个用各种的手法掌控全世界，有助于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现在彼此的关系更为紧密了。我们一方面也看到说，来自于路透社的爆料说，中国被曝有秘密训练俄军；那一方面，俄罗斯现在前线正在消耗着，恐怕下一步就是北约。这一场我们可不可以视为是中俄联手抗美的这种国际的局势军事联动已经形成？那苑老师怎么解读？我觉得这个消息，路透社这个消息绝对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大陆驻在这个联合国的这个副代表耿爽就说过一句话，就大家都很怀疑啊，我有时候我也怀疑，就是说这俄罗斯呢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的话呢，大陆有可能会帮助军事上的干预，军事上的帮助，那会帮助肯定是要帮助俄罗斯的，因为他们关系好但是耿爽说的话就是说，早就没有这个问题，如果有大陆出手帮助的话，还会打成这个样子吗？4年多了，大家要了解，从这个2022年的2月24号开始到现在的话，那么这个也就说明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大陆对外的原则上，就是它不侵略，然后不结盟，然后不以某一个国家作为潜在的敌对的国家，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立场。即使有的情况下，就是说这边路特讲的说代训的话呢，就我个人所了解这个对俄罗斯来讲，要求中国来代训他们的部队人数不多嘛，就是这个消息本身来讲，大概还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的吸收。为什么呢？叫俄罗斯拉下脸来，他的部队由中国代训。这个真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你知道俄罗斯本身来讲，它没有办法生产什么拉布布小玩具但是它生产的都是飞弹、导弹、大飞机那你现在要中国来代训的话呢，这个对他来讲，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话呢，俄罗斯会烂成什么样子可能性不大。但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俄罗斯这一次普丁来到这个大陆做访问的时候，虽然是第25次来，但是他们同时他也要做出非常大的演习，这个演习动员超过6万人，一个核演习。那么我个人会觉得说，与其说中国在军事上帮助俄罗斯，俄罗斯在军事上反过来帮中国撑腰，因为大家都知道，美日现在正在演习，17号到现在，就是在这个石环岛啦，就是在宫古岛啊、石垣岛啊、与那国岛上面的共同进行演习，数量规模都不大，但是俄罗斯的准备在军事上的这个做法上来讲的话，以俄罗斯的军力，我觉得说这件事情倒是非常值得我们进一步观察跟注意的。哪里呢？就是对日本的时候，北边俄罗斯是轻轻松松的拿住它、牵制它，而且俄罗斯的确有这个意思。那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要导军事上的联合的话，要针对的对象应该也不是美国，可能是日本。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还要同样关心有关于俄罗斯的议题，也就是俄罗斯现在最在意的，现在仍然在进行中的俄乌战场。俄罗斯其实原本是觉得说很快可以拿下乌克兰，结果如苑老师帮我们看到，这场俄乌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4年多的时间，看起来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顺利。而且最近呢，我们可以看到乌克兰正在大力的反攻，使用它的无人机其实对于俄罗斯来说，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相当高的一个压力。这时候普丁访中有没有一个意味是求习近平来帮忙在这场俄乌战争上面？有没有可能俄乌战争有机会很快落幕？干哥又怎么看？对国际媒体 BBC 他就讲了，为什么这个时候那个川普的后脚才刚走现在普丁就急着去为什么？因为普丁现在急着要站在习近平的旁边，告诉你说我也很重要，所以我因为在国际上很重要，所以我去见了国际上最重要的人物，他叫做习近平。他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让自己跟习近平同框。这2个人其实见面好多次了，加上这一次的话，恐怕已经快40次了。那为什么这次那么急呢？因为这一次他真的非常需要中国的帮忙。大家知道，已经打了4年的战争了，跟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一直没办法解决，现在又多了一个伊朗的问题。对，今天坦白讲一句，这些都不会牵动俄罗斯吗？一定会。为什么？大家想过吗？俄罗斯现在主要的无人机是伊朗提供的，伊朗要是倒了垮了，对俄罗斯有什么好处嘞？那但是伊朗又要靠谁呢？靠中国。所以说，普丁为什么要去？这里面有很多贸易、经济以及军事等等的那些因素掺杂在一起。大家还记得吗？那个就在那个14号跟15号的川习会的时候，习近平在准备要送川普回去的时候讲了一句话，那句话非常的尖锐，可是川普吞下去了。他说：“
我觉得你们的国家正在衰落当中。结果川普竟然没有反对，他回来怎么自我解嘲的？他说：“对，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我们国家在衰落。可是那个是拜登执政的时候的事情，现在我回来了，美国不会再衰落了。天哪！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这个国际媒体这个就是说等于是自己编出来的故事吧，应该是真实的吧。所以你看，川普是能屈能伸，被人家将了一军，他还能够这样回复，代表什么？代表真的是有这么一段对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国现在正在衰落当中，所以现在普丁到底需要谁？当然是习近平的支援跟帮助。所以刚刚那个苑老师说，不太可能由中国来代训俄罗斯的部队，只有200人。其实那个不叫代训啊，路透其实他解读错误，那什么，那是无人机部队的什么？有可能，那是无人机的那个技术的交流，那个不叫代训啊，怎么训呢？俄罗斯自己本身的无人机部队才是真的在打实战的嘛，对不对？所以那是一个交流而已啦。但你要把它讲成代训，好像他们有什么不得了的军事同盟，其实没有。中国从来不会跟就是说像这样子的这样的大国进行什么？进行正式的那种大规模的军事同盟的这种协议。为什么？因为对他们的国家利益是这个不对称的。好，那所以说，普丁最近他19日开始啊，要这个65000人在哪里举行核演习呢？在哪里？在白俄罗斯境内，而且那个地点非常靠近那个乌克兰的边界。干嘛？演给你看的。白杨飞弹也出来了，真果树飞弹也出来了。我跟你讲，普丁是一个最喜欢炫耀核武的国家，但是说句实在话，核武是不可以用的东西。可是我还是要拿出来给你看，意思就是说，我无人机打不过你，我就拿核武来吓吓你。所以我是觉得他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他去访问中国，然后在边境展开核武演习，这也是普丁的一种什么外交策略跟手段。我们看一看，会觉得很热闹，不过要了解其中的意涵。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美伊战事的最新消息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在喊说，接下来要来祭出的就是圣战的行动了。真的要全面开战了吗？现在伊朗手上握有2大王牌，川普目前只敢放话，不敢开战。另外收到的一个最新消息是来自于纽时的爆料说，美国的白宫这边决定要暂时停火。针对于伊朗的攻击，主要的原因是有太多架的美军战机被击落了，一共是达到42架。等一下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一个比较细部的关心。好，如果呢大家认为说伊朗接下来还会在这一场美伊战事有一波很快就会有新一波行动的，可以在留言区跟我们一起做讨论。留言1，如果你认为这场战事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了，可以在留言区写下2，一起跟我们做更多的互动跟讨论。我们要来看到最新一波的冲突，就是难道又要开打了吗？最新消息是，伊朗的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终于正式的放话了。他说，伊朗跟美国、以色列的对抗的定义，他说对于伊朗跟美国来看，以色列的对抗的定义就是圣战，甚至点名呢，美国跟犹太人他们是死敌哦。那么我们来看到的是反恐专家特别解读了穆吉塔巴的这一段话，他认为说他不是只是单纯的政治的喊话，而是正式的向世界来宣告说，针对于美以他会来做报复，而且是会以圣战的行动，等于是提升了战争的一场正当性。好，确实我们看到最高领袖做了这样子的喊话，民间马上就有相关的对应行动了。难道现在全民备战了吗？最新消息来看到，在伊朗的官媒特别指出的，有超过3100万的伊朗人已经报名了参加武器的课程，他们说要一起共赴国难。另外一方面，在电视上也被看到说有主播在教民众说如何使用武器。
另外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川普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不是本来说了要暂缓这一场战争吗？结果没有想到，不到24小时而已，又再次的改口，他说2到3天内会重启攻击，甚至已经点出了明确的时间，有可能就在本周五，有可能在周六、周日，或者是下周初就会来做攻击了。那么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最新消息，是来自刚刚提到的《纽约时报》的最新爆料，白宫喊停不打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的战机击落太多了，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国会研究局最新揭露，一共是造成了42架的战机被毁，当中包括了 F-15E、F-35A 逆踪战机、A-10攻击机以及大量的 MQ-9死神无人机。消息一出，震撼国会。好，我们先来看穆吉塔巴这时候喊圣战，有没有可能真的发动行动？再加上3100万人现在都在练习使用军事武器哦，委员怎么看？对，我觉得，很多好朋友都应该已经准备好零食和饮料，准备等着下半场要开打了。但是这下半场到现在一直迟迟没有动。那么，所以如果川普真的要动，就不要再退缩了。不管你说是礼拜4、礼拜5、礼拜6，那就赶快动手嘛。那么，但是很显然的，川普现在可能有更多其他的考量，而不敢动了。对穆吉塔巴来讲，对伊朗来说，他们已经付出很大的代价了哦。穆吉塔巴全家都被炸死，他自己被炸伤哦。然后呢，整个伊朗的领导阶层一口气被这个暗杀，这个斩首掉了将近100多个人啊。然后呢，你还不要讲说整个德黑兰被炸的这个一片这个断垣残壁哦，连很多这个很有历史意义的古迹通通都被摧毁了。这对伊朗人来说，这忍无可忍哦！你真的当这个波斯王国是泥做的吗？哈，就当波斯王国随便一捏就可以捏碎了吗？这对伊朗人民来说，他们长期是波斯王国这样的这个尊严跟荣耀哦，他们不可能吞下这口气的。那么第二，伊朗准备这场战争准备了20-30年了。他把所有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包含我们看到的分散式的什么指挥这个领导的系统，包含我们看到了他用不对称的作战，包含我们看到他挖了一大堆美国根本没有办法炸的这个非常深的这个地下碉堡哦，这些东西其实他早就已经做好准备跟相关的方案了。那当你今天把这个方案拿出来了，对伊朗来说，如果没有分个胜负哦，没有这个分个你死我活，他不是白打了吗？这个如果伊朗今天停了，你再给美国跟以色列3年的时间，不要3年了，2年就好了，他就已经摸清楚伊朗的作战方式了。下一次他们再来的时候，他们就会针对现在伊朗的优势来进行压制了。这对伊朗来讲，他怎么可能会接受这样的结果嘛？所以今天，除非美国满足伊朗的条件，现在很显然的，伊朗要求的条件就是掌握了荷姆兹海峡，美国的势力退出中东地区。战争要进行赔偿，解冻所有对伊朗的这个资产，包含要解除1级跟2级的经济制裁，这些东西是美国还有包含合法的拥有浓缩铀的和平使用权利，是这些东西都是美国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美国跟以色列还有伊朗之间2个人根本就是在这个天平的2端这2端是完全是一个歪斜线，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现在所讲的所有的停战，只不过是川普想要逃离这个战场，伊朗想要喘口气，准备打下半场而已当伊朗准备好了，那么当然现在伊朗就出面来喊战了。那现在你就要看川普敢打还是不敢打。除了我们刚才讲到的《纽约时报》披露的有关于战机折损太过于严重之外，包含还有呢，这个参议院最近才通过了一个表决，共和党自己的这个国会议员都倒戈了，限制了川普在伊朗战争这个行动的这些权利那你还更不要提现在川普想要打伊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在这边已经讨论过了不晓得多少遍了，该怎么打呢？打攻占荷姆兹海峡吗？他的军舰付不起这么大的代价，真的发动陆地战争吗？整个伊朗的地形跟现在的天气状况根本不容许他做这样的事情。好，你就在复制上一次的这个伊斯法罕的这种什么这个单点的这个突破的行动，显然上一次伊斯法罕那次行动，美国折损了不晓得多少战机，2架运输机。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要再复制，一定能够达到他的效果吗？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挑战了这个川普要下最后决定的时候的一些考虑的因素那么当然。在我的角度，或者在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些人士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当然是很乐见下半场赶快开打。那么就希望川普这次别逃了，既然说打就赶快打，我们都已经准备好要继续观战了。
好，所以一方面我们是看到这个伊朗，它可以说是已经全民皆兵啊，蓄势待发，有可能很快就会发动下一波的攻击。但是现在也说，难道伊朗是有这个想法，是说要寻求中国大陆的帮忙吗？因为他在政治的任命上开始有了一点点的变化。他这边呢是最高领袖，他已经任命了国会议长是卡利巴夫对中国事务特别代表，有这样子的一个职位出来了，明显就是要加深跟中国大陆的绑定。难道是要联合中国大陆一起抗美吗？那岳老师怎么看？这个伊朗啊，原来啊，在这个2月28号以前的时候，是有3个美国公认的温和派。那美国的算盘打得非常简单啊，就是这议长叫卡利巴夫啊，外交部长阿拉格齐，还有他们的总统叫佩泽西奇扬啊。要记住这些伊朗人的名字还真不容易，但是因为他们是温和派嘛，就是说以色列第一个炸弹就把所有的激进派都干掉了啊，连那个哈梅尼耶都通通干掉了。就是说这个穆杰塔巴也是炸得一塌糊涂。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现在在伊朗境内已经没有温和派，全部都是激动派。那这些激动派的话呢，这个卡利巴夫呢，他是由这个穆杰塔巴亲自来指定，要负责跟中国之间的联系关系。我这边讲几件事情，大家就可以了解到，目前为止在伊朗的话呢，对中国是相当的好，因为伊朗手上中的核弹级的王牌，第一张就是他控制了荷姆斯海峡，荷姆斯海峡中国可以通过，而且石油上面的交换的话，不是说只有当伊朗的油是用人民币来交换的，整个波斯湾的国家的油出来都要用人民币交换，但这是大陆坐在那边喜从天降啊，根本都啥事也没干。然后呢，最重要的是，伊朗控制荷姆斯海峡底下的袖珍潜艇啊，120吨的那个卡迪尔那个潜艇，对，里面的话发出来的反舰导弹是中国制的啊。那么这个是大概在几年，甚至于超过1-2年之前就有这样子的合作的关系。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哈，对伊朗来讲，他看得非常明白。就大家想到这几天川普到了北京去访问的时候，一开始最先传出来的消息，这个习近平主席一开始先讲的话就是说，中国不赌美国输，美国也不要赌中国会输。这句话其实是非常强硬的，就是说美国常常觉得我自己是世界老大。那么一开始的话呢，就是除了你刚刚这个我们亮哥前面讲的那句话，讲说这个川普摸摸鼻子不敢讲，没有说是不敢讲，就没有直接回应的时候，对吧？赖到拜登头上去的那句话之前的时候，他讲的这句话。换而言之的话呢，就是说这句话告诉这个川普已经搞清楚这个G2的态势已经分得非常明显。是。那伊朗这边的话呢，搞这个卡利巴夫来负责对中国的协调，那当然是有这个含义了。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说，其实伊朗手中还有哪一些王牌是接下来他有可能祭出，也就是我们解读说要配合穆吉塔巴做这个圣战，还有哪一些方法？2个大王牌哦，第一个就是他说了，伊朗说他们有新装备跟新战法，可以开辟新战场，而且外界解读可能就是中东，他要打的中东其他的国家的美军基地、大使馆跟企业。第2个大王牌就是有关于在海底的电缆了。如果呢，伊朗把它干扰或者是切断的话，接下来会引发的就是中东、欧亚他们最重要的金融企业的命脉都会被切断。所以我们来看到中东国家3个国家是立刻跳出来要川普说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这当中包括了有卡达、沙烏地阿拉伯跟阿联等等。伊朗手中这2个大王牌，接下来会造成多大的影响？还有呢，就是这些海湾国家跟美国的关系，因为他们不愿意打嘛，会不会跟美国接下来会有分裂的问题？干哥怎么看？好，3个国家我跟你讲，就足以把老美给拖住了。卡达啊，阿联酋，还有哪里？还有沙烏地阿拉伯，尤其是沙烏地阿拉伯的王储沙尔曼，他特别在这几天就打电话去，拜托川普啊，真的，你说你这个就5月的我们就礼拜2，也就是昨天，你要发动攻击啊？他说不要，我们现在还在谈，好不好？现在巴基斯坦还很努力的在谈，对不对？你这个巴基斯坦就是帮我们这些伊朗周边的国家，卡达阿联酋来再跟伊朗慢慢谈嘛。你现在又打他的话，我跟你讲，遭殃的是我们嘛。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老实讲一句，这些周边国家、波斯湾地区的这些大国都不太愿意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为什么？其实很简单，伊朗他手上也不是没有牌可以打，就像那个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那个海底电缆那个事关重大对，
伊朗现在是可能还派不出人力去搞，但是这件事情在网络上传的不止1个月了，我就把海底电缆给剪了，我看你半个地球大概就瘫痪了。他做得到吗？他做得到，他要不要做而已。但是我跟你讲，伊朗要是这样做，穆吉塔巴要真的下令这么做的话，伊朗自己的经济也会受到打击，这是一定的，一体两面嘛。因为海底电缆它其实它身负着所有的这些卫星通讯啊等等这些，就是说资讯的传递啊，所以你不能说，我就把它统统给剪了，我让西方世界一蹶不振，西方世界一蹶不振，你自己也倒霉。为什么？你跟周边国家之间的那个不管是经贸往来跟经济，还有你自己国家的出口都会有影响，所以这是不是大杀器啊？必杀器是。你如果要用到这一段的话，它其实老实讲，它不是战争行为，但是它比战争行为还要可怕。海底电缆，然后我现在要对荷姆兹海峡的这些船只收费，我也可以严格执行。我同样的问题，他现在还没有办法派出这些人手来，统统来每一艘过去来收钱。他只要每一艘都收的话，我跟你讲，伊朗的战争经费绝对够了。所以你都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所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新装备跟新战法，我是坦白讲一句啦，伊朗其实他都一直在做不对称的作战啊，比如说他有袖珍潜艇，比如说他可以布雷，比如说他可以这个就渗透进入，像我们昨天所提到的那个，好可怕啊，他竟然已经抓了6500个间谍，而且把美国的以前的情报官都给吸收进来了，所以女情报官。所以说，伊朗他没有在做一些准备吗？有的。我认为伊朗他其实他有准备一些新的战法，要准备对付美国。但是所以说，周边的国家都不太希望，因为这一定会升高冲突，就是沙尔曼他绝对不想看到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应该还会再跟川普继续谈下去，就是核设施的问题。只要核设施能够解决的话，这一场仗应该不会再重启战端才对。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好，接下来在军事议题上特别要关心到是歼10C 现在爆出碾压了台风战机，那么央视瞒了2年，是在这个时候终于正式的宣告了，当时的成绩是以9-0完胜哦。那么中东的军购市场也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战机，开始出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碾压了西方战机它的这个售出哦。那么我们今天要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军武是不是又把西方神话给打穿？因为来自于外媒特别做了一个披露，事情其实回顾2年前，当时发生在2024年卡达的联合空演当中，中国大陆的歼10C 是以这个9-0碾压了台风战机哦，打出了一个压倒性的胜利。那么比的项目包括在超视距空战是4-0，那另外还有一个是近距离格斗，这个是5-0，所以总共的比数是来到了9-0完胜。关键来了，这一次呢，台风战机它出动的还是这种高阶升级版本的，也就是配备有比较好的雷达等等，但是歼10C 还是完胜了飙风战机。我们特别也要来看到这个台风战机之所以如此的重要，而且具备有它的地位，就是因为呢，它是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联合研制的4.5代的战机。那这一次呢，歼10C 完胜了它，还有什么呢？歼10C 上次在印巴的空战当中也完胜了飙风，所以说呢，欧洲的双战机都输给了歼10C。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如何看这一场这个飙风对上台风战机这样子的一个战果。是我们当然看到了很多军事专家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做出了一些这个评估啦哦，但是当然干哥是专家，他待会儿一定会有更深入的分析。但是我看到的资料就很简单嘛，就是刚才这个思明讲到的远距作战跟近距作战。
那远距作战之所以歼10C可以压制到这个台风战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歼10C的航电跟雷达系统，他们说叫做跨带压制哦。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个台风战机哦，它虽然有 AESA 的雷达，但是当时啦，我们现在讲的是当时在做这个相对的这个演习的时候，事实上在那个时候，这个整合的效率还是太慢了哦，所以没有完成整合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相较于我们看到的歼10C它的有源相阵控雷达，那么它可以做到远距离发现哦，那么远距离发现当然就可以远距离攻击，那你更不要讲到说，如果你看这个台风战机，它用的叫做流星远程空对空的飞弹哦。但是歼10C它用的是我们都知道的 PD-15的这个飞弹 ，PD-15的飞弹射程可以到300到400公里哦，因为它是2阶段式的点火，所以呢，你的雷达系统比人家好，你远距离就发现了，然后你的这个远程的空对空飞弹又比人家强，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得到4-0的优势。那在近距离的这个空中缠斗的过程当中，其实最主要的有2个因素嘛，第一个因素就是歼10C的大三角翼加上压翼的这个布局设计，所以让它在空中缠斗上具备了优势，在所谓的这个中低音速的这个缠斗里头，它都可以有效的发挥它的功能。那更重要的一点是，歼10C的这个驾驶员哦，他所配备的叫做头盔显示发射系统。这个头盔显示发射系统是这个优于所谓的传统的这个头盔的控制器咯。所谓头盔显示发射系统，号称的就是你看得到你就打得到。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在配备它的这个 PD-10的近距离的空对空飞弹哦，那么当然取得5-0的这个战绩，也并不令人意外哦。那外界会说，为什么这个时候才公布出来呢？大家想想看。如果我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分析，大家就可以理解了。就当时是在卡达的这个航空展上，卡达买的是台风战机啊。如果当时的这个结果就公布出来了，那卡达的面子要挂在哪里呢？他买了一个战机，然后战机是9-0被人家 KO 掉了，所以当时一定是把这个消息先压下来啊。然后第二个，这还要兼顾到西方媒体啊、西方国家的面子问题啊。你看看这个台风战机是英国号称英国的这个顶尖战机，在这场这个空中较量之中9-0被 KO 掉，你说欧洲国家他们的面子上怎么挂得住呢？所以你又要考量这个卖方欧洲国家的面子，你要考量一下买方这个地主国卡达的面子，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消息当然就暂时被压下来了嘛。好，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消息后来出现了之后，我们就看到在整体的军火市场开始出现了翻转，也就是这个中国大陆的军武会卖得更好。等一下会请苑老师来带我们看。不过呢，这一场这个空战，其实大家在看说，关键点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单纯这种体系化的作战，而是现在是纯战机之间的一个空战。所以呢，就是因为它是纯战机的空战，我们要来比较2台战机他们的一些小档案，就是说他们各自具有什么样的优势。好，我们先来看到，因为我们 CG 把它整理出了一个比较格式化的模式哦，包括我们先来看到世代都是4.5代的多用途战机。再来雷达系统呢，歼10C 这边是用主动相控阵雷达，空战的飞弹来说，歼10C 是使用PD-15远程的空对空的飞弹。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呢，总设计师歼10的总设计师直接点出了说，到底这一架飞机有什么亮点？简单来说，他提到了有压式的布局设计，可以保持高速的机动跟稳定度，还有就是它的武器挂载能力可以达到40多种，可以做空战、对地还有对海全部都覆盖。再来就是先进雷达，可以做远距的探测、抗干扰跟多目标锁定，也就是这样，所以可以达到今天9-0的成绩吗？那干哥怎么看？好，我们看到歼10跟台风战机之间的较量，这件事情发生在2024年，也就是说是在那个印巴空战更早的时候发生的。所以为什么消息都一直盖住呢？为什么不出来呢？好，现在我们就要讲，刚才大千讲的对，因为这牵涉到卡达当时买这个飞机，你如果说如果自己的飞机被干掉的话，这很难看的。对，这是一点。但其实说句实在话哈，各国的演习的数据哈，并不太对外公布为什么？事关国家颜面。另外还有一方面就是，有些是还是要有些秘密还是要保一下的，对不对？很好笑。但是它这个数据我是觉得是可信的。问题是在于哪里？因为不只有我们国内的媒体报，就是中国国内媒体报道，也有国际的媒体有在询问，有一些军武的专门网站，
他有在问有没有这场对抗，结果一直问卡达，问不出来。第一场是远距离的作战，远距离那就是用飞弹解决了。远距离的作战，那台风战机在面对歼十的时候，歼十是以4-0 KO 对方，4-0，这个用飞弹来解决，我觉得还可以被接受。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台风用的是流星飞弹，那个是欧洲最好的飞弹。那中国也就是我们的这个歼十，它用的是霹雳15。霹雳15在当时不是那么成熟，我宁愿相信它当时用的是霹雳10才有可能。可是大家知道，模拟演习对抗不是真的把飞弹打出去，我只要 target 你知道你被我的火控雷达锁到的时候，你看你还能不能机动？你再机动一个机动两个机动，还是 target 你就完蛋了，就代表说你已经被击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远距离4-0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可是到了近距离我就不能理解了。歼十还是以5-0完胜台风，到了近距离你就不行，你就没有理由跟我讲说台风战机你的近距离那个空战的性能应该要赢过歼十才对。我们从数据上面看不太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从训练上看出来。什么叫训练？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是这个飞机对飞机的话，你从性能上面应该会认为说台风战机要技高一筹，因为什么？台风毕竟比歼十要来得晚的设计。那你说，那歼十也是最近才有新的批次歼十 C 嘛，对不对？那个年代应该跟台风一样，可是我们要看原始设计。那坦白讲一句，台风战机非常优秀，真的非常优秀。英、德、意、西班牙4个国家联合发展的飞机，对，它不会差到哪里去。歼十 C 是后面不断的改主动相位阵列雷达，不断的改航电系统，全面换新，才能够达到跟人家一起4代半的优势。所以这个时候就要用人来决定最终的因素，人飞行员的素质。好，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了，完蛋了，卡达飞行员马上被比下去。知道为什么吗？巴基斯坦的飞行员跟卡达的飞行员，你看做梦你就可以想得到，巴基斯坦飞行员是打过仗的，他还没有打印度，去年还没有打印度之前，20年前、30年前他就跟印度天天在打仗了。还有一个是最重要的是，我要讲一个 culture 文化。什么叫文化？你知道吗？巴基斯坦的飞行员容许你去创新，为什么？当接战的时候，地面的管制官会让你去创新，你自己知道怎么打，你去打，放开来干。可是卡达一般回教国家的飞行员都是战管说打啊，打，走就走。所以不是只有这样哦。我们台湾现在也是这样啊，台湾只能够飞到海峡中线，再过去的话，战管管不到的话，给我回来。所以那个就是什么？那就是文化的差异。那卡达飞行员他们因为就是传统回教的飞行员，他们会印度飞行员也是这样，也就是说他们在近距离接战的时候，没有用到飞行员的智慧跟战场的判断，所以这个为什么我们现在一直在讲4个字，叫做态势感知，一直在讲态势感知。态势感知非常重要，所以 F-35它就是态势感知。我告诉你，你所碰到的情况，通通在电脑里面。你进到电脑里面去找，你要怎么样打这场仗。这就是为什么这种飞机现在会搞成说全世界都在很热很卖。是。那台风战机它没有办法，它是4代半的，那歼十也是4代半的，所以这是在模拟空战，一个4-0，一个5-0，是因为巴基斯坦的训练本来就比卡达飞行员的训练要来得扎实，所以今天这一场这场模拟的结果，我会认为说巴基斯坦完胜是可以被理解的。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中国的整批的教范跟训练，而且将来会越来越精益求精。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击败他自己的盟邦的重要的因素。而这个数据，我相信。它将来还会有更多的数据出来给我们看，我们才能够知道是在什么样的态势上面能够完全赢过对方，而不是说4-1或是5-2之类的，是完胜。这一点非常值得探讨。
好，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有关于歼10C 非常深入的战力上面的分析，那我们也要看说，那会不会就是在这一场卡达的这个它的比赛、它的军演当中呢，会有助于未来歼10C 的销售？等一下，请岳老师带我们看，因为呢，其实呢，过去中东国家买的。我们知道它的战机通常还是以西方系列的为主，不管是买它的 F16、F15或者标风、台风等等，所以大家就在看说，再加上上次还有这个印巴空战啊，是不是等于说歼10C未来会成为中东国家的另外一个选择？那岳老师怎么看？我手上有这个歼10的照片，这个是在1年多以前啊，请大家记住啊，到成都一定要到成都飞机公司里面去看歼20。歼17也就是枭龙，还有歼10都是那边生产的，还有很多很可怕的无人机，看起来都非常大，非常厉害啊！我这边先要强调一下啊，这个消息2年公布啊，我记得5月8号我们就坐这边，就我们3个人，那时候讲到说，不得了，我们的这个法国的飞机叫标风战机，听起来名字很酷啊，结果居然被打掉3架，后来才知道是被打掉，还有其他的飞机被打掉。那个时候的话，大家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请大家记住啊，这里面的事情在卡达办的一个展览会，就是要试验的时候啊，叫巴基斯坦去的时候呢，这是2年前的事情，根本看不出来巴基斯坦的实力啊，因为卡达啊，还有这个沙特啊，还有这个阿联酋啊，他们不但买的西方飞机，而且买最新的，钱多嘛，对不对？那这个台风战机的话是英国、德国、意大利跟西班牙合出的以后，这个飞机本身呢，他们这个打的是9比0的，不是真的把飞机打下来，这个一定要讲清楚，这个是纯粹一个比较实力的话呢，超远视距离环节的时候，啊，这个歼10C是以主动相控阵雷达啊取得5比0的优势，就是说他们一飞起来的话呢，台风战机都没对手。另外近距离格斗啊是4比0，啊合起来叫9比0。那为什么没有公布呢？刚刚大仙跟那个干哥讲得非常清楚，因为卡德要求不要公布。这里面实际上啊，我就要说到巴基斯坦的3大优点。第一大优点，真的就是有实战。我跟你讲，巴基斯坦的飞行员的实战经验，搞不好比解放军的飞行员的实战经验还多。因为你这种飞机啊太复杂了，你不上空去跟人家对一对，你不知道厉害。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巴基斯坦的话有一点是非常，那个把那个这标风战机打掉的那个飞行员是女性哦，她没看到。他那个飞弹一发完他就走了，这个是非常厉害。然后第3点的话就是说，巴基斯坦这一下打得不得了，整个国运都打开了。现在印度一塌糊涂啊！现在印度大家就觉得说，哇，去印度投资跟去垃圾投资差不多，你知道吗？啊，就是你感觉上就是完全不行了啊！为什么呢？但是印度本身买的那个飞机标风战机的话，对法国来讲，法国也不高兴啊，对不对？还没用就已经被打成这个鬼样子啊！所以我就要强调一个事实啊，就是说。解放军的消息憋了，就是这个是解放军的军事科技里面登，它是央视的，憋了2年才登出来。所以说那个时候巴基斯坦出去的时候信心满满的，印度根本就不是对手啊，对啊，就打成这种结果。好，谢谢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美国的华许风暴来了，今天要特别来关心的是联准会现在亲手要终结美股的牛市了。美股美债这个时候双杀亮起了警报，殖利率狂飙，金融风暴是否全面引爆，也包括了金融泡沫。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尤其现在。被说是不是已经接近了2008年金融海啸最危险的一个转折点了呢？我们知道过去其实呢，美国不管是它的美股或者是美债，靠着过去18年来联准会的 QE 政策，不断的去把这个泡泡给吹大。但是现在说了，这个印钞时代恐怕已经很快就要结束了。原因的关键之一就是联准会这位是他们的新主席，他叫做华许。华许他过去的政策其实都是相当的一贯。他长期是公开美国一直不断的印钞票，祭出 QE 政策。他认为这个叫做制造泡沫的央行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所以接下来大家在预期的就是联准会很快就会来进行缩表，
减持债券、减持债务。那现在市场担忧的事情是，因为呢，联准会手上还有6.7兆的美债跟不动产的抵押的贷款证券，但是华许它的目标是什么呢？要把这样子的一个金额狠狠的从6.7兆的这个金额压到3兆美元。现在市场就在看说，你把这个 QE 给砍掉，接下来恐怕造成的是美债的价格立刻暴跌，还有殖利率飙升，而且呢，美股一直不断飙升的美股市值恐怕很快就会暴跌了。那么现在眼前美国财政还有3大的警讯，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第一个，国债已经突破了39兆美元，再来就是它的赤字，今年9月达到1.95兆美元，明年恐怕就上看了2兆，美债殖利率冲上了5.2%。注意了，这个是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一个新高的数字了。现在在看的就是接下来的债务危机，每一年新增债务超过了经济成长的速度，国债利息支出更是首度飙破了1兆美元。美国的政府不断的借新债拿来还这些利息，造成了债务的一个陷阱跟它的一个螺旋哦。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其实鲍尔日前才做了一个示警，说美股啊已经炒太高了，已经高过于它的估值了。那么代表现在新的联准会主席来了，这些印钞票的超级牛市很快就要结束了吗？因为已经太危险了吗？华许的货币政策会不会导致接下来美股崩盘？委员怎么看？对，因为我在科技金融研究所教课，我除了教人工智慧、区块链之外，我也开金融危机的课程哦，所以我帮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就如果我们把一个经济体当作是一个脸盆，那么美元哦，就是在这个脸盆里头的水哦。那么如果这个水不够多的时候呢，就要想办法加一点水进去。可如果这个水太多会满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把水抽出来哦。那用什么东西加水跟抽水嘞？美国的联准会操作的模式很简单，就是美债。美债就好像是一个这个泡棉一样哦，就是当这个水太多的时候，你就把这个泡棉丢下去哦，把这个水吸起来，然后呢挤到别的地方去哦。当水不够的时候，你就用这个泡棉又从别的地方吸点水，把它挤回来哦。所以现在为什么大家对于这个 Wash 所做的这个决定会这么高度的担忧的原因是什么？叫做缩表。所谓的缩表就是缩小、缩减这个联准会的资产负债表，也就是刚才这个思敏在讲的，我联准会发的美债我是6.7兆，我现在要把它缩表，我要把它缩成3兆。那么3兆代表什么呢？3兆呢，他就是把手上的美债卖出去，他把美债丢出去。各位知道，当他把美债丢出去的时候，就是回到了我刚才讲的泡棉吸水哦。所以美债从市场上吸回多少？吸回3.7兆的美金进来。所以整个市场上的美金开始大量的减少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对于这个泡沫有抑制的效果，可是对于现在这个股市过热的情况之下，恐怕会遭受到很大的压力跟打击。这是大家现在最担心的嘛。所以联准会要操控美元，只有2种办法，一种是升息。升息就是逼大家把钱拿回银行去存，因为你存在银行比你放在股市投资这个获利更为稳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用债券哦，用美债当作工具来从这个市场上把美金抽回来哦。那么我们看到最近的一个警讯是美国银行的首席投资策略师哦哈内特那个时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警讯，他说我们要看什么？要看30年这个30年期的美债啊的殖利率。当30年期的美债殖利率超过5%，在所谓的金融领域就叫做生死线了。对我们来讲，就叫做马奇诺防线了。只要一突破5%，1989年日本的这个经济泡沫走到现在失落的30年，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长期殖利率到了超过5%了。1999年网络泡沫的时候也是一样，超过5%。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相关的资料上，2007年金融风暴的时候也超过了5%，所以一旦超过5%，那就对市场上等于敲了警钟了，就告诉大家说危机马上就要来了，泡沫可能就要破了。那你更不要讲说你Wash做这件事情，它当然是在一个两难的局面了。它不得不做的原因是因为美国现在的通膨的情况还是很严重啊。如果今天伊朗的危机没有解除，他们预估美国大概在今年11月期中选举前后哦，它的 CPI 指数会超过5%了。对，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根本就是难以承受的痛苦了。那么按照过去的一些数据哦，你 CPI 只要超过4%，
你的标普500就会跌至少4%，在未来的3个月。如果你 CPI 超过4%，在未来的6个月，标普就会跌7%喽。所以其实对WASH来说，它现在面临的是双重的压力，一方面是通膨的压力会对市场造成冲击，可是另外一方面它要抑制通膨，它就必须要缩表。一缩表之后呢，对这种泡沫当然又有抑制的效果，也会再造成市场上的压力哦。所以在这种选择之下，当然现在显然看起来WASH是选择不要再做 QE 了，不要再无限的印美钞了，我要把市场上多余的美元收回来。那么用这样的方式来抑制通膨，但是不可避免的，当他采取这样的一个断然的措施，很肯定的一定会对全球的这个金融市场，特别是美国的股市造成巨大的冲击。接下来的冲击可能有多大？还有整体对于美国的经济来说，是往好的方向做发展吗？那岳老师有怎么看？不但对美国的股市有极大的冲击，台湾的股市到了4万点也会有极大的冲击。大家都要非常小心一点。这个说句良心话，这个WASH的这个观念的话呢，跟我们哲学相关的。为什么？他反对泡沫，反对无限 QE，他认为就是说借钱过日子就是不对的。因为现在美国有2派，一派是美国根本不怕欠债啊，就是美国欠到这100万亿都无所谓。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基本上10年的债。美国发行的债的话呢，基本上是全世界所有这个共同这个资产中最好的资产，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强大，所以另外一派像WASH这种派的话，就觉得说靠借钱过日子的不是办法，这个有一点道德感啊。这个WASH本人有没有道德感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观念上，我跟大家先强调一下，美国现在WASH要减低这6万亿里面是什么？美国现在的它的 FED 是印美钞的地方，它大概拥有美债4万亿，就是说它发钞票换这个钱就是水了。就你刚刚讲的海绵的例子非常好，海绵丢下去，感觉上水啊，就还能够运作很正常。但是它另外有一个 MBS， 就是说以房产啊，就是 mortgage based security， 就是说以房产为主的债券，这个基本上是垃圾债了啊。就是美国买房子的话呢，因为他们有喜欢包装拿房子，因为房子的价格最多嘛，那房子动不动上百万美金，一家的话呢就要把这个包装还债的能力，那最后的还债能力的话呢，拿美金由谁来接收？就是由 FED 接收。美国目前为止的 FED 拥有的美债大概是4万亿多了，那个 MBS 是不到2万亿，那合起来6万亿。是你这边讲的数字不是6.7兆，讲的是这个数字。但是这个 WASH 本身的话呢，要求把这个6.7兆要降低到3兆，你知道这个多可怕吗？你知道，因为那个 MBA 里面大部分都是 mortgage based security， 他们大部分都是还不出来，而且大家都搞得非常混乱。前面有个地点，就是大家2008年金融海啸里面，就是大家根本搞不清楚你买的什么东西。这个讲的就是 MBE 了。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接受这个 WASH 的政策，会影响到全世界，包含你跟我的荷包。好，那干哥呢？干哥这么严重啊？好，2008年金融海啸，我就是受害者。你看，但是我是受害者之中受害最轻微的。因为我们后来看了很多好莱坞的影片，才知道说，美国这个金融体系，我们真的是佩服他。他把很坏的东西去包装之后，他再分销出来给一般不知情的消费者。他说，其实这样可以赚更多。那我今天问你，华尔街为什么没有人控管？你知道为什么吗？没有人控管它，因为连控管它的人都必须从里面赚钱，也就是美国的财政部。所以我跟你讲，当时我在知道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说我们的银行系统里面，就我们有投资的一般的投资人嘛，然后主管就告诉我们说，这个雷曼兄弟要倒了。然后当时我真的是完全听不懂，很天真。后来他说，你知不知道房利美跟房地美这2家银行倒了？我说那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的丈母娘是美国籍嘛，她也有房子。是用房利美跟房地美的贷款，他说好，雷曼兄弟是房利美跟房地美加起来再乘以2等于雷曼兄弟，他要倒了。我就说那怎么办？他说你可以把你所有的钱、所有的投资都抽回去。所以大家就知道说，今天华许他说不能，就我一定要减这个债票，我一定要减成3兆，你怎么减？